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 HSK 6級考前輔導系列課。上節課呢，老師和大家一起學習了一下，在6級考試的閱讀第4部分，當你看到哲理類型的文章時，應該怎麼去做題。在今天的課堂上，我們將要和大家一起學一學，除了哲理故事類的文章，6級考試在閱讀的第4部分還經常會考大家什麼文章呢？那就是說明文，就是告訴你一個事情或者說一個東西是什麼樣的，有一點像介紹科技類的，或者說是介紹一些社會類的。所以這種文章呢，不是故事，而是講一個事物的，我們叫它說明類的文章。在說明類的文章呢，它一般會從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來告訴大家某一個事情或者某一個事物。你在做這種類型文章的時候，應該注意什麼呢？一定要把握文章有什麼特點。這種文章啊，它的信息比較分散，所以大家在做題的时候，需要在文章當中找不同的句子，然後結合選項去做排除。信息比較多，告訴你的內容很多，考你的內容可能呢也是來自不同的段落或不同的句子，所以需要大家一定要仔細認真的去找一找文章当中的那個句子到底是怎麼說的，而選項的內容是不是和那個句子意思一樣呢？說明型的文章一般會考大家3種不同的題型，一種呢是細節題，細節題還是我們之前說的方法，第一步先定，看一看這個句子在哪兒，第2步我們去辨一辨，找一找選項當中說的和文章當中說的是不是一樣，然後排除掉錯誤或者沒有提到的選項，最後選出我們的正確答案。除了細節題，說明型的文章還經常考大家第2個內容，那就是說明對象。也就是說，看完這篇文章，你得知道作者告訴你的內容是什麼，說的都是圍繞哪一件事情或哪一個事物而展開的。這是我們說除了細節題，還有說明對象的題目。做這種題目的時候，你應該用的方法是什麼呢？找那些看到很多次的詞語或者說東西，找那種反覆出現的、反覆說明的對象。除了細節題、說明對象這類文章，還有第3個不同的題型，那就是對文中不常見的詞語或者短語，你的理解是什麼？說白了就是問你它是什麼意思。這種題目呢，不要憑空的去想，不要自己看到這個詞是什麼，然後就去想啊，它的意思到底是什麼呢？你應該做的是聯繫前邊和後邊的內容，來看一看它的意思最有可能是什麼。好，介紹完我們文章的類型，還有常考的題型之外，我們下面呢就帶着這些技巧和方法一起來練習一下吧。今天的第1道練習還是先看一看題目是什麼，你可以猜一猜它說明的對象可能是什麼呢？第89，第2段中的反其道而行之是指懸空寺。問題。90，根據上文帖扁擔怎麼樣？91，關於懸空寺，下列哪項正確？92，上文主要講了懸空寺的什麼？所以看完這4個問題，其實你心裡已經知道了，你要看到的這篇文章是說什麼的？是關於懸空寺的。考你的題型是猜一猜什麼意思，反其道而行之是什麼意思？需要你聯繫前邊後邊的內容找答案。
鐵扁擔你需要找一找在哪裡出現的，關於它說了哪些細節的信息。哪項正確也是需要大家帶着選項不同的內容去文章當中找答案。最後，上文主要講了悬空寺的什麼，是需要你去判斷一下，你知道說明的對象是悬空寺，那關於悬空寺主要講的是哪一方面呢？需要你一邊讀一邊去做判斷。下邊我們就一起來看一看文章說了什麼。第一空是第2段中反其道而行之，是指悬空寺怎麼樣？我們來看一看文章是怎麼說的。這裡呢，直接把第2段拿出來給大家。這裡山勢陡峻，兩邊是直立100米，如同斧劈刀削一般的懸崖。說兩邊呢是懸崖，怎麼樣形容的？你可以不用知道的太清楚，但一定要知道两邊是懸崖。悬空寺就建在這懸崖上，它在哪兒呢？懸空，懸空是放在懸崖上的，所以呢，可能呀是懸在空中的意思，或者說像是粘貼在這懸崖上似的。想一想這幅畫面，懸崖有一座寺廟粘在上邊了，是不是像懸着的？給人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覺。抬頭望上去，但見層層疊疊的殿閣，只有數十根像筷子似的木柱子把它支撐住。俗話說平地起高樓，可是悬空寺卻反其道而行之。我們問題的句子是不是出現了反其道而行之？其一般是代表剛剛說的那個東西。那這句話前邊說了什麼？說的是平地起高樓，也就是說我們的高樓大廈都是建在平地上的。但是悬空寺也是這樣嗎？一開始告訴你了，它是建在懸崖邊上的，所以和我們平時看到的不一樣。再看看後邊說了什麼。雖然悬空寺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棟危樓，但出於好奇和探險的衝動，誰都願意鼓起勇氣踏進寺門。後邊的內容只是說，它呀看起来像是危樓，和剛剛的高樓是不一樣的，一看就很危險，所以是和在平地上建高楼完全不一樣的方法。怎麼修的呢？修在哪兒了呢？這個很有可能就是我們反其道而行之，它的意思是什麼了？我們看這個，從剛剛的關鍵句當中，我們知道悬空寺，懸空是在空中的，對不對？ A. 支撐物較少， B. 建在懸崖上， C. 殿閣層層疊疊， D. 給人感覺很危險。其實 A、B、C、D 都是關於悬空寺說的內容，大家呢也都可以在文章當中找到正確的句子。但是這裡問你的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指的是什麼？在這裡我們一定要注意這句話前邊和後邊的內容。前邊說平地起高樓，說的是在平地上建高樓，而悬空寺呢是反其道，其就是指這句話，它和之前的不一樣，不是在平地上的，那它是在哪？是在懸崖上，所以我們的正確答案是選擇 B 選項。再看第2道題目，根據上文，鐵扁擔怎麼樣？找一找鐵扁擔在哪兒？
又說了什麼？側身探頭向外仰望，但見凌空的走廊只有數條立木和橫木支撐着，這些橫木又叫做鐵扁擔。所以什麼是鐵扁擔呢？是橫木，橫木又叫做鐵扁擔，所以橫木就是我們文中在這裡說的鐵扁擔。它是什麼？是用當地的特產鐵杉木加工成為方形的木梁，深深插進岩石裡去的。據說木梁用桐油浸過，所以不怕白蟻咬，還有防腐作用。關於這些木梁又說了不同的內容，那我們看一看選項，找到了定，找到了內容所在的地方，你要辨一辨，看一看哪些是和鐵扁擔說的完全一樣的，哪些是錯誤的或沒有提到的。最後排除法，選正確答案。A， 怕被白蟻咬，怕不怕？所以不怕白蟻咬，是相反的錯誤的，排除。B， 獨立支撐起懸空寺，也就是說只有鐵扁擔才把這個懸空寺支撐起來了。文章是這麼說的嗎？文章說有數條立木和橫木，有豎着的，有橫着的。橫着的是鐵扁擔，但人家也說了還有立木，立木也在支撐着懸空寺，所以 B 也是錯誤的。C， 指支撐走廊的立木，在這裡一定要仔細。我們說明文的信息比較分散，也就是說這個題目它可能對應的是這段當中不同的句子，你一定要一個一個的找到原文的句子是什麼，是怎麼說的。我們看什麼是鐵扁擔呢？是橫木而不是立木，所以也排除。最後說是用鐵杉木加工而成的，是不是鐵杉木呢？文章當中的句子在哪兒？在這裡，鐵扁擔是用當地的特產鐵杉木加工成為方形的木梁，所以沒有問題，直接我們選擇 D 選項。這是第2道題目，信息比較分散，需要你仔細去找。再看第3個，關於懸空寺，下列哪項正確？我們先看一看選項說了什麼，然後再去文章當中找对應的句子。A， 部分建於岩壁內，要注意是一部分在岩壁內，還是所有的建築都在岩壁內呢？ B， 建於北岳橫山山腰，橫山地方是山腰，你需要找一找句子。C， 木柱起的是承重作用，木柱的作用是什麼呢？請你去文章当中找句子。D， 大部分殿堂都很開闊，所以懸空寺在懸崖邊，那它的殿堂是不是非常開闊的呢？我們下邊就一起帶着這4個問題去文章當中找一找句子。懸空寺位於北岳橫山腳下的金龍峽，是不是在橫山？是在橫山，是在橫山哪兒呢？人家是在山腳下的金龍峽，可不是山腰，可不是山的半山腰，所以 B 是錯誤的。据說有的木柱起承重作用，有的是用来平衡楼閣的高低，有的怎麼樣。這個句子是說，懸空寺有很多木柱，但它們作用不一樣，
有的是承重，人家有的可是用来平衡的，所以你能说木柱起的是承重作用吗？這裡是擴大化了，不是木柱，而是有的木柱，所以 C 排除。再看下一个，比如寺中2座最大的建築之一的三官殿，就應用了向岩壁要空間的道理。殿前面是木質的房子，後面則在岩壁上挖了很多石窟，使殿堂變得非常開闊。懸空寺的其他殿堂大都小巧玲瓏，進深都較小。看到這裡，說的是哪一個殿？最大的建築之一三官殿，它是最大的建築之一，所以這個建築怎麼樣？開闊不開闊？它呀是一個非常開闊的殿堂，但人家說的是三官殿，這裡是大部分。我們再看後邊說了什麼？其他殿堂大都小巧玲瓏，大都說的是大部分都是小的，小巧玲瓏，雖然小，但是卻很精緻，所以 D 也是錯誤的。還剩哪一個選項？還剩 A， 部分建於岩壁內，說的是懸空寺有的建築在岩壁內，有的就不在。文章當中有沒有提到有什麼建築在岩壁內呢？當然有，在這裡就說我們最大的三官殿啊，它呀就是向岩壁要空間，裡邊呢有很多的什麼？很多石窟，所以是三官殿就是其中的一個在岩壁內建在岩壁內的一個殿堂，所以我們可以說 A 部分，人家沒有說全部，說部分是沒有問題的。最後我們選擇 A 選項。再來看下一道題目，最後一道題目問你上文主要講了懸空寺的哪一方面？看一看選項 A 建築特點， B 歷史價值， C 地理優勢， D 文化內涵。做這種題目你一定要仔細看每一段文章，文章的每一段它說的主要內容是什麼。剛剛說了那麼多，大家說有說到橫木、立木，它的建築特點，還有什麼？還有這個懸空寺，它是有的殿堂比較大，有的呢是小巧玲瓏，都是和什麼有關？和它這個建築有關的，對不對？我們找一找文章當中給了你哪些提示。第一，一開始就說它是建在什麼地方的？建在懸崖上。後來呢，又說踏上那連接殿宇的走廊，人們就會不約而同地提起腳跟，也是在說走廊，說建築。還有句子說，走廊上只有數條立木和橫木支撐着，是不是也是告訴你它用的什麼樣的材料？再看這些柱子，然後每個落點都經過精心計算，說的是建築懸空寺的柱子。懸空寺在建寺時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峭壁的自然狀態來布置和建造寺廟的各部分建築。在這裡也是在說懸空寺它的巧妙之處在哪裡？為什麼說它很吸引人呢？它的建築呀，它是因地制宜啊，充分呢利用了這個懸崖的優勢而建造了這樣一座寺廟。所有的這些句子都是在說懸空寺的建築有什麼樣的特點，所以我們應該選擇 A 選項。沒有任何一句話告訴你它的歷史，或者說它有什麼重要的意義。
它有什麼樣的文化內涵和文化有關的知識，或者說它地理優勢在哪裡，都沒有。所以我們選擇 A 選項，這是第一道題目。文章呢其實是比較長的，老師在這裡給了你一些關鍵的句子，這就是說明文的特點。可能文章比較長，內容和信息都比較多。大家做題的時候，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什麼呢？帶着問題去文章當中找答案。同時呢，一定要多注意一下，整個文章說明的对象是什麼，關於這個對象又主要說了哪一方面，這是做說明文的時候需要注意的幾點。我們再來看今天的第2道練習，還是先從題目來看一看，可能能猜得出來講的是什麼。81，植物學家的發現說明葵花向陽怎麼樣？82，實驗表明向日葵花盤轉動主要與什麼有關？83，關於向日葵，下列哪項正確？84，最適合做上文標題的是。看完4個題目，應該知道這篇文章和什麼有關？和我們的向日葵有關。你要找的信息是什麼呢？首先找一找植物學家發現了什麼，還要找一找為什麼它會轉。然後呢，看一看83 4個選項都說了什麼，去文章當中找句子。最後，文章標題類應該怎麼做？抓重複出現的關鍵詞，抓一抓主要信息。好，我們就帶着這些問題來看一看今天的題目。先看植物學家發現了什麼。過去人們一直認為這是植物生長素在起作用，因為什麼什麼什麼。一開始告訴你的是過去，那既然有過去，就一定会有現在，而更重要的是现在新的发现。文章呢也有一个转折词然而，我们说转折之后一定是重点，前边的只是提出来，但最重要最主要的信息一定是在转折词的后边，所以你一定要看的就是然而之后说了什么。近年来植物生理学家发现，是不是植物学家植物生理学家，重点来了吧，看看他发现了什么呢？在葵花的花盘基部，这种什么基部花盘，如果你不太知道什么意思，没有关系，接着往下读，你去猜一猜它的意思，肯定呢是和葵花有关，又是基部，那就是可能是底下根部。然后我们再看向阳和背阳处的生长素分布基本相等。过去说是生长素在起作用，但现在人家发现了生长素呀基本相等，所以和生長素有關嗎？應該是沒有關係的。顯而易見，總結了，向陽花葵花向陽就不是植物生長素的作用了，非常明確地告訴了你，生長素呀不起作用。那我們看一看選項說了什麼。A. 受時間的影響，植物學家有提到時間嗎？沒有，排除。B. 與生長素無關，和我們的句子向陽就不是植物生長素的作用了，一模一樣的意思，只是不一樣的表達，我們可以選擇 B 選項。但接着往下看一看，是不是 C 和 D 真的可以排除掉呢？ C 能促進細胞分裂，根本就沒有提到的內容，所以不做考慮，排除。D 可以放慢生長速度，也是無中生有，沒有說，所以排除。最後我們選擇 B 選項。這道題目不難，
你只需要找到植物學家發現了什麼就可以了。同时一定要注意有一個技巧，那就是文章當中轉折之後的內容一定要多注意一點。下面看第82題，找一找向日葵花盤轉動和什麼因素有關。我們看一看文章是怎麼說的。由此可見，向日葵花盤的轉動並不是由於光線的直接影響，並不是重點信息，是否定的，而是是不是再次出現了而这個表示轉折意思的詞呢？所以老師剛剛說了，轉折之後的內容你一定要注意，因為很重要。我們來看一看這裡轉折之後說了什麼，而是由於陽光把向日葵花盤中的管狀小花曬熱了，基部的纖維會發生收縮，這一收縮就使花盤能主動轉換方向來接受陽光。讀到這裡，應該有同學就說，說明文應該是比較難的。這裡有什麼管狀小花、纖維、收縮、使花盤主動轉換方向，這些聽起來都比較專業，但是你要學會的是從專業的這些詞語當中、這些句子當中去找關鍵的信息。原來說和光線沒關，它選項給了你熱量、陽光、形狀和天氣。那你找找看，不是和光線有關，那是和什麼有關？陽光，不是光線的影響，而是陽光把它曬熱了。剩下的具體把什麼曬熱了，你都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起作用的是什麼就可以了。非常簡單的詞彙是陽光，對不對？那我们再看陽光做了什麼？把小花曬熱了。之前也說到了光線，但其實不是有沒有光的因素，而是這個光能把它曬熱，所以最主要是熱了才會收縮。最主要的是什麼？是它熱了。當然文章還有下一個句子可以給你提示，所以向日葵可以稱作向熱葵，都是在強調熱其實才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你應該選擇哪一個呢？你是選擇熱量還是選擇陽光？有的同學會犯錯誤，之前都說了不是由於光線，光線也是陽光給的嘛，那其實和陽光沒關，而是陽光給了它什麼？給了它熱量。我們正確的答案選擇 A， 熱量。好，下面再看第83題，關於向日葵，下列哪項正確？做這種題目的時候，建議大家帶着每一個選項去文章當中找對應的句子。我們先來看一看關於向日葵題目當中說了什麼。A 是一種耐寒植物，耐寒可以忍耐寒冷，也就是說非常冷它也可以存活下去，也可以有生命。B 花盤中有管狀小花，你要找一找這個詞是在哪兒出現的，它是在什麼地方？是在花盤還是在向日葵的其他部位呢？不知道詞的意思沒有關係，去句子當中找表達，看一看意思和它是不是一樣就可以了。C 生長素分布不均勻，一定要注意不均勻，題目說的可是否定哦。D 花盤轉動不受陽光的影響，也就是說陽光和花盤轉不轉沒有任何關係。真的是這樣嗎？我們來看一看文章當中的句子是怎麼說的。在葵花的花盤基部，
向陽和背陽處的生長素分布基本相等。這裡說生長素分布不均勻是否定的，而人家說基本相等是差不多的，所以 C 是錯誤的，排除。再看下一個句子，在溫室裡用冷光代替太陽光，葵花始終沒轉動。然而用火盆代替太陽，它就轉了，對不對？所以在這裡說的是什麼？在這裡說的其實是光線可能沒有作用，但是熱一定是有用的。再往下看，由此可見，向日葵花盘的轉動並不是否定，並不是由於光線的直接影響，而是由于陽光把向日葵花盆中的花盘中的管状小花曬熱了。出現了什麼？出現了管狀小花，還出現了什麼？哪兒？它在哪兒？在花盤中。花盤中有管狀小花，花盤中的管狀小花是不是意思其實是一樣的？所以你雖然不知道花盤指的是哪裡，管狀小花又是什麼東西，但是這兩個詞並沒有影響你做題。你要找的是那個句子，那個句子和這個選項的意思是不是一樣的，是需要你來做判斷的。我們接着往下看，基部的纖維會發生收縮，這一收縮使花盤能主動轉換方向來接受陽光。所以其實這個向日葵它之所以會轉，是因為有陽光把熱量給它了，所以它才會轉。你可以說它不受陽光的影響嗎？不可以，還是和陽光有關的，但不是光線，不是有沒有光，而是陽光把熱量給它了。而耐寒我們是沒有提到的，而且它是喜歡熱量的，所以呢A 是一個無關的錯誤的選項，我們應該選擇的是 B 選項。好，接着再來看今天的第二套題目，最後一道練習。最適合做上文標題的是，說找標題一定要找文章當中出現了很多次的詞語。那我們看一看哪個詞出現的次數比較多呢？在這裡給了你幾個句子，你們注意到了嗎？向日葵的花盤總是跟着太陽轉，說明的對象是向日葵。然而近年來，植物生理學家发現，在葵花的花盤基部怎麼樣？說的葵花也是向日葵。那麼是什麼原因使葵花向陽呢？還是和向日葵有關？討論它為什麼會跟着太陽轉。由此可見，向日葵花盤的轉動並不是由於光線的直接影響，還是和向日葵有關。剛剛提了問題，為什麼？這裡給你答案是因為怎麼樣。最後，所以向日葵還可以稱作向熱葵，和熱量有關。看了這麼多句子，一定知道這篇說明文說的對象，這是最主要的信息是什麼呢？是向日葵。關於向日葵又主要告訴你什麼了？告訴你它轉是因為有熱量，所以又叫向熱葵。這是兩個文章最想告訴你的信息。第一，討論的是向日葵；第二，說它轉是和熱量有關。那你把這兩個信息肯定就要放在標題上，讓大家知道，對不对？我們看一看選項是什麼？日光燈的秘密。這篇文章
說明的對象是日光燈嗎？不是，所以排除。B. 神奇的生長素。在剛剛做題的过程當中，也發現了向日葵它轉不轉和生長素沒有關係，說不上它很神奇，和它沒有關係，所以排除。C. 生命在於運動，是強調你要像向日葵一樣多運動嗎？也不是，主要是想告訴你，它呀轉不轉是和熱量有關。D. 向日葵？向熱葵。我們的2個關鍵詞以及主要的熱這個信息也都出現了，所以我們最適合做上文標題的應該選擇 D 選項。文章標題類呢，是在閱讀考試當中，不光是在說明文，也在之前提到的哲理故事類的文章當中，經常會考大家的一道題目。所以在之後的課程呢，老師也會跟大家專門的去看一看文章標題類的題目應該怎麼做。HSK 6級閱讀的第4部分，其實主要就考2大類文章，一個故事哲理，第2個說明類的。我們呢已經用2節課的時間把它們都講完了。接下來的課程當中呢，老師會和大家分享的內容是：第1，如何做文章標題類這種一定會考的題目；第2，就是還有一種題目也經常會考，大家剛剛也遇到了，就是給你一個詞或一個句子，問一問你它是什麼意思。所以下面呢，在接下來的課程當中，如何去猜它是什麼意思，和如何去給文章寫一個標題，選一個標題，就是我們的主要內容了。關於不同類型文章如何做題呢，我們現在就都已經和大家分享完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做一點練習，多用一用我們的方法。好，今天的課程呢就到這裡了。最後祝大家考試順利，我們下節課再接着去學習不一樣的內容吧。各位同學，再見。